在日本打拼的你，如果告诉你辛辛苦苦等了10年的永住权，现在申请费可能要瞬间暴涨30倍，你还想留下来吗？大家好，欢迎回到和田先生的频道，我是 Alex。本期影片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日本发表了一项重大政策变化，在日外国人圈瞬间炸开。2026年5月29号，日本参议院正式表决通过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修正案。这项新法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将外国人申请各种在留资格的手续费法定上限全面提高。其中最让在日外国人崩溃的就是永住许可的申请费用上限直接从原本的1万日元飙升到了30万日元。这背后到底代表了日本现任政府什么样的政策转变呢？难道这就是日本人骨子里的排外心理在作祟吗？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次入管法修正案背后的深层成因，以及它将如何冲击每一个在日外国人家庭的未来。其实，日本的外国人在留手续费上限，自从1981年订立以来，已经整整44年没有变动过了。虽然在去年4月，政府曾稍微调高过实际征收的金额，例如永住从8000日元微调到1万日元，但这次的法案修正是直接把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给拉高，在留资格的变更与更新上限提高到10万日元，而永住更是直接拉到30万日元。虽然政府澄清30万是法定上限，未来具体有政令实施的实际征收额，永住大概会落在10万到20万日元之间，但这依然是现行费用的10到20倍。为什么政府会选在2026年出台这项政策呢？这与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推行的外国人政策严格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年来，在日外国人数急剧攀升，截至2025年底已经突破了413万人，创下历史新高。面对大量涌入的外国人口，现届内阁打出了秩序科学共生的旗号，但本质上更倾向于推动严格的管控体制。政府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受益者负担原则，既然外国人从日本的在留体制中获得了居留意义，那么相关的行政审查成本、资讯系统建制维护费理所当然应该由外国人自己买单。然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大手笔调高门槛，深层原因之一是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排外思想与对外国人扩大的集体焦虑。随着街头的外国人面孔越来越多，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与普通民众对于治安恶化、传统文化被稀释以及社会福利被滥用的抗拒感与日俱增。政府一方面迫于劳动力短缺不得不引进外国劳工，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国内的排外情绪，便透过大幅提高经济门槛和引入像是 JESTA 电子渡航认证制度等手段，向国内选民展示政府并没有盲目放任移民，我们有在严格把关的强硬姿态。这种社会气氛无形中让在日外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冷漠的排斥感。这次手续费的大幅提升，对日本社会和在日外国人群体将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那些在不景气中努力过活的中等收入外国人大家庭。我们来算一算账，假设一个普通的外国人一家4口，夫妻带着2个孩子，好不容易在日本熬满了年数，想要集体申请永住。如果按照未来预期征收上限的每人30万日元的标准来算，一家4口就需要120万日元。120万日元，这还仅仅只是交给入管局的行政规费，还没算上请行政书士代办的10几万服务费，以及跨国调取证明文件、翻译资料的庞大时费。以目前日本多年停滞不前，甚至因日元贬值而变相缩水的平均薪酬水准来看，这笔费用相当于一个普通白领2到3个月的净收入。这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难以负担的沉重巨资，甚至被迫让他们放弃全家定居的梦想。新政策一出，在日本的外国人可能会被分成2个世界。
只有高收入、高净值的精英阶层能够轻松负担得起永住权，而底层和中等收入的劳动者将被无情地排除在外。更雪上加霜的是，这项手续费调高并不是单一行动。2027年4月，日本还将实施永住许可取消制度。未来外国人一旦被发现故意未按时缴纳税金或社会保险费，随时可能被剥夺永住权，交着更昂贵的学费，却拿着更容易被收回的身份。这让许多在日外国人开始反思：日本真的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吗？在永住申请门槛差距扩大以及永住资格可能被取消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的外国人劳动市场其实已经开始悄悄改变。根据日本最新的产业调查与实际人数推移报告，目前在日外国人圈子里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外国人劳动者考虑集体离开日本的趋势。许多底层与中等收入的技术工人和外劳，面对日益高涨的手续费、即将实施的严苛取消制度，再加上日元近年来持续疲软无力，纷纷开始心灰意冷。在他们看来，日本政府现在既要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又要在经济和身份上设下重重路障，这让日本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吸引力正在呈现断崖式下跌。这种远离日本的风潮，对依赖外劳生存的日本基础产业来说，无疑遇釜底抽薪。日本政府对外国人设下重重路障，但讽刺的是，日本自身正陷入一场无声的人口灭绝海啸。根据日本最新公布的国势调查数据，日本的总人口已经跌至约1.23亿人。更惊人的是，光是在过去的短短5年间，日本人口就减少了超过300万人，这相当于在5年内整个名古屋市的人口直接凭空消失。少子高龄化带来的自然减少趋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崩溃近在眼前。面对一方面需要人，另一方面又排外困惑的矛盾僵局，日本的学者、明成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政策恳谈会委员的移民政策专家近藤敦，在参议院法务委员会上提出了非常震撼的见解。近藤教授直言，如果日本社会总是担心外国居民比例过高，10%以上的外国人会破坏社会和谐，那么最合理的应对挑战方式不是把他们推开，而是简化国籍取得程序，也就是规划的程序，让这些愿意遵守日本规范、认同日本文化并真正融入社会的外国人直接转化为日本国民。近藤教授在国会答辩时举了先进国家的趋势作为实务参考。他指出，以加拿大为例，虽然外国出生的人口高达20%到30%，但走在路上，普通人眼中的外国人比例却连10%都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积极推动入籍，大部分移居者很快就变成了加拿大国民。至于德国，过去因为法律严格不允许双重国籍，导致国内的外国人比例一直高居不下。但最近德国也完成了法改正，放宽了限制，预期未来的外国人比例也会逐步下降。这才是 G7 先进国家的主流趋势。近藤教授强调，日本若想建构稳定的共生结构，政府就必须转变思维，在同步强化日语教育与法律规则学习的前提下，将移民政策的核心转向积极推动规划。这里就带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制度对比。目前在线申请日本永住，未来的法定上限是30万日元，而相比之下，外国人申请规划，也就是入籍日本的手续费，目前依然是完全免费。这是不是代表日本政府在用钱默默地做选拔，向外国人传达一个默认的潜台词呢？如果你只是想拿着外国护照再留日本享受福利，对不起，请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如果你愿意放弃原本的国籍，全心全意承担义务，变成我们的一员，日本政府双手欢迎，连手续费都帮你免了。这场永住与规划之争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日本究竟是想吸引外国人来工作，还是希望他们真正留下来成为日本人呢？
日本这次入管法的大动作，表面上是行政手续费的技术性调整，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国家人口战略大洗牌。它一边用高昂的永住成本向排外的社会主流交代，一边又保留了免费的规划通道，试图在保障社会永续发展和消化排外情绪之间切出一条极致的平衡线。但这种把经济负担转嫁给外国人家庭的做法，真的能为日本换来秩序公生的未来，还是会加速优秀人才集体逃离日本呢？这需要时间给我们答案。看完今天这期影片，在日本打拼的你，或者是正计划去日本的你，会因为这30万日元的永住上限而改变你的在日生涯规划吗？你更倾向于顶着高额费用申请永住，还是干脆直接申请免费的规划入籍日本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想法，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带给你启发，别忘了点击订阅和田先生，按赞并开启小铃铛，分享给身边所有关心日本发展的朋友。我是 Alex，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